修罗。当看到楚风之后，许多人都是神色一动。如今的楚风，在场的许多人都认得，毕竟在朱天门那一战，修罗二字可谓彻底名扬。不过那3名男子显然是不认识楚风的，但他们看到楚风的那一刻，仍是目露惊讶之色。之所以如此，乃是因为楚风他正在踏空而行，缓缓而动。可要知道，那名老者释放的威压非常的强横，连赵红都难以动弹，就足以说明老者的强横。但楚风他竟然动了。虽说楚风的步伐也是非常的艰难，可他终究还是动了呀。而这就是让那3名男子意外的原因所在。不可思议，小小年纪竟已是龙温级圣袍，想不到在这弹丸之地会有此等天赋的小辈，这可真是让老夫大开眼界了。楚风出现之后，就连战车之内的老者也是发出了惊叹的声音。身为那威压释放者的他，非常清楚他所释放的威压，若只是依靠武力，根本难以抗衡，因为他针对的就是修武者。但他所释放的威压，并没有针对戒灵师，所以若是戒灵之术足够强大，的确可以与他的威压进行抗衡，但必须是龙温级圣袍戒灵师才能勉强抗衡。所以尽管楚风没有释放出结界之力，但老者凭借经验，却也猜测出楚风他乃是一位龙温级圣袍戒灵师。老者此话一出，那3名男子也是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能够抵抗老者的威压了。原来这名年轻人竟然是一位强大的戒灵师。于是那3名男子看向楚风的目光又有了变化，开始重新打量起楚风。只是那名为首男子的目光却是非常的不善，那似是一种嫉妒的目光。在这种他非常看不起的地方，竟然出现了一个这样的天才，这让他非常的不爽。他既然不想跟你们走，你们就不该带他走。楚风凝声说道。虽说他步履维艰，可在众人注视之下，楚风还是在缓缓的靠近那3名男子。看来你认识他，好啊，有本事你就过来，将他从我身边带走。那名男子的话语之中尽显不屑，但同时更是杀机四伏。我和你们走。眼见不妙，殷庄红则是赶忙主动向战车走去，可是他刚刚踏出，竟然被那男子强行拉了回来，哟，竟然开始护着了。看来你们关系不一般啊。那名男子看着殷庄红说道。且说完此话，又将目光投向了楚风，目光竟然更加阴冷。废物，你过来吧，你若能从我手中将他抢回，今日我们就不难为你。修罗，你不要过来，我已经决定和他们走了。殷庄红察觉到了男子的不怀好意，赶忙对楚风大喊起来。修罗，这是你的名字吗？好响亮的名字，只是不知道你的胆量是否也如你名字一般响亮。男子以挑衅的口吻对楚风说道。修罗，你快回去，这是我自己的决定，不是他们逼迫我的，我本就不属于这里，我也想弄清楚我的身世。刚刚我只是生气，所以才拒绝他们，但现在我已经决定了，我要跟他们走，去弄清楚我的身世。我相信他们不会难为我，以后有机会我还会回来的。殷庄红继续劝阻，甚至为了劝退楚风，更是开始违心的撒谎。修罗，你不是他们的对手，不要逞强，你快回来。与此同时，更是有着诸多暗中传音映入楚风耳帘，那乃是韩秀等人的劝阻。可无论怎样劝阻，楚风也没有停止向那男子靠近的步伐。终于，楚风来到了那名男子与殷庄红的身前。楚风与那名男子四目相对，楚风能够感受到那目光是多么的冰冷，那是危险，也是警告。警告楚风最好规矩一点，若是真的敢动手，那楚风的下场绝对非常凄惨。虽然明知如此，但楚风则是淡淡一笑。随后，楚风他还是伸了出手，向殷庄红的抓去，不知死活。对于楚风这个举动，那名男子讽刺的一笑，随后抬手一掌便落在了楚风的丹田之上。砰！此掌击中，楚风顿时口喷鲜血，随后身体更是如离弦之箭倒飞而去。不过眨眼之间，楚风已是离开高空，坠落地面，强大的冲力将那地表的岩石都轰成粉碎。可那咔嚓咔嚓的声音之中，不仅是石头碎裂的声音，还有楚风骨头碎裂的声音。只是一掌，那名男子便将楚风打成了重伤。可哪怕如此，那名男子却并未打算放过楚风，他竟放开了殷庄红，御空下航，向楚风的方向走去。本来以他的修为，刚刚那一掌就可以取楚风性命，但他并没有那样做。他并非是手下留情，而是不想让楚风死得痛快，他是想要慢慢折磨楚风。怜惜够了。可就在此时，那名老者的声音再度响起。听到这个声音，那名男子也是止住了身形，但他显然还没有解气。但是碍于老者的威严，他却又不得不停手。不过他仍然很不甘心，所以他恶狠狠地看了楚风一眼。蝼蚁！丢下这句话之后，他才转过身去，将殷庄红带入了战车之内。当他们进入战车之后，那战车便调转反向，向来时的方向走去。那战车很快便消失在了远处的天际，而伴随着战车的消失，那笼罩这方天地的威压也随之消散。修罗，你怎么样？当那威压消散之后，韩秀、赵红以及红衣圣地的众位长老便同时动身，来到楚风身前。没事，不过皮外伤。楚风笑着说道。皮外伤？这可不像，那家伙的一掌可是落在了你的丹田，让我查看一下。赵红说话间便为楚风查看伤情。真没事，我没那么脆弱。楚风笑着说道。紧接着赵红也是松了口气，他发现楚风的确不是在逞强。虽说刚刚那名男子的攻势是落在了楚风丹田之上，但楚风的丹田并未受损。之所以如此，是楚风提前用结界阵法护住了自己的丹田。你这家伙干嘛故意送上去找打呀？若不是有人阻拦，那个人一定会将你折磨致死。赵红有些不解地看着楚风，他印象中的楚风虽然为朋友可以不顾性命，但却也绝非冲动到没有脑子的人。而刚刚的情况并不是非要出手不可。那些人虽然霸道，但对殷庄红却比较客气，可以看出就算殷庄红随他们走了，也不会有危险。
这个时候，楚风强出头，绝非明智之举。没事，只是见那丫头不想走，所以想试着阻拦一下。只是可惜我太弱了。楚风苦笑着说道。看着这样的楚风，赵红等人则是满眼的心疼。但他们不知道的是，楚风虽然脸上苦笑，但他的内心却也暗自窃喜，因为他成功了。大家不用担心，我这真的只是皮外伤。其实我今日来此，就是想与你们告别，我要离开诸天星域了。来日方长，后会有期，我们日后再见。楚风站起身来，对赵红等人抱了抱拳，随后便御空而起，向远处的天际飞掠而去。这修罗他看着楚风就这样离开，韩秀以及在场的许多人都是有些不知所措，因为楚风他还真是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并且楚风虽然嘴上说没事，可是他明明身负重创啊，那嘴角还挂着鲜血呢。相比于众人，赵红也是若有所思，不过他并不是不解楚风这来也匆匆去也匆匆的举动，他不解的是，他觉得楚风自从冒险去救殷庄红，直至此时的举动都有些不对劲。出于对楚风的了解，他觉得楚风可能另有目的，只是他也不知道楚风到底有何目的。忽然，赵红也动身了，他想追赶上楚风，暗中观察，一探究竟。只是他根本就追不上楚风，换句话说，他根本就找不到楚风，因为楚风他已经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将自己隐藏了起来，并且楚风更是将自己的速度提到了极致，以极快的速度向前方飞掠而去。而楚风所飞掠的方向与之前在赵红等人眼下所行的方向竟然不同，楚风此时所行的方向乃是那些将殷庄红带走之人所行的方向。原来楚风刚刚是故意向另一个方向飞行，然后又调转方向的，目的就是想欺骗赵红等人。至于为何这样做，那自然是害怕赵红等人担心，因为楚风要做的事就是暗中将殷庄红解救出来。楚风刚刚是故意接近那名男子，并且故意挑衅他的，就连自己被他打也是楚风所算计好的。楚风在自己的身上提前布置了特殊的印记阵法，只要那名男子触碰到自己身体的任何一个部位，楚风的那座印记阵法都会在他的身上留下永久性的印记，除非有界灵师高手发现才能抹除，否则那名男子根本就不会发现他的身上已经被楚风留下了印记。这也就是界灵师的厉害之处，虽然无法伤害比自己实力强大的人，但却可以做到修武者所难以做到的事。至于楚风他留下印记的目的，就是为了追赶上那些人，运用九龙圣袍隐藏自己的能力。楚风可以在暗中跟踪他们，然后找寻机会再将殷庄红救走。楚风所留下的印记旁人察觉不到，但楚风的感应却非常强烈。只是哪怕楚风已经施展出了全力在追赶，可那印记的气息却也在不断减弱。那些人实在太快了，这样下去迟早会被甩开。他们究竟是要去哪里？已经路过几个远古传送阵了，他们并没有进入的打算。楚风感到不解，之前楚风猜测那些人绝对不是诸天星域的人，应该是来自某个强大的星域，当年应该是阴差阳错才将殷庄红遗失，如今既然找到了殷庄红，应当立刻将殷庄红带回他们族内。可是他们路过了多个远古传送阵，都没有进入其中，这让楚风不解，他们到底是要去哪里？终于楚风还是停了下来，因为那印记的气息已经彻底消失，并不是印记被抹除了，而是对方与楚风的距离实在太远，那印记已经超出了楚风的感知范围之内。该死！楚风的脸上布满了不甘，他冒着被打死的风险在对方身上留下了印记，就是想要解救殷庄红。且那印记有一个特性，就是刚刚印在对方身上的时候，那印记的强度非常之高，这也是为何对方速度那么快，与楚风距离那么远，楚风也能追赶这么久的原因。但是随着时间流逝，那印记的强度会不断减弱，若下次再遇到，除非是距离非常之近，否则楚风也感应不到对方的位置。所以这也就导致楚风这次被甩开，便等于楚风的解救行动已经以失败告终。楚风日后再想见到殷庄红，就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对方给予殷庄红自由，殷庄红自己回来看望他们，另外一种就是楚风通过那些人的特征打探到那些人是何方神圣，然后去他们的老巢寻找殷庄红。只是不管是哪种可能，那都将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不甘之余，楚风开始四下观望，其实他是在犹豫，是在回去和赵红他们好好的告个别，还是就这样直接返回祖武星域那座山。可忽然楚风的目光急速转回，最终定格在了一座山脉之上。那座山脉一眼望去并无特别之处，山峰不高，树木不齐，就连珍奇异兽在那山脉之中也不存在。这样的山脉平平无奇，在上界这种地方简直就如同杂草一般多。可楚风是界灵师，他的目光格外敏锐，只是扫了一眼，楚风就觉得那山脉有些特别，于是楚风动用天眼，而天眼之下，那山脉之内竟有气焰升腾，气焰冲天，超越云端。隐隐间，那气焰竟形成了一条巨龙，一条巨龙落于山脉之上，盘龙之地定有重宝。虽然此地的异象非常的淡，预示着此处的宝物很可能已经被拿走，但楚风既然发现此地，自然就不会放过。而在楚风的观察之下，很快就发现了入口，这是认为打造的，莫非此处是有主之地？楚风发现入口处有隐藏结界，并且破开结界踏入其中，这岩洞内的布置也皆是人为，种种迹象表明此地应该是有人来过，甚至还有着许多生命活动过的气息，说明这下面多半也是有人的。不管了，既然来了就看看。楚风虽然进入其中，但依旧运用九龙圣袍隐藏着自己的，而根据楚风的推断，这里面就算有人，可根据那粗糙的结界之术，也可断定此处的人应该实力不是特别强，所以凭借楚风的本事，就算有人也绝对不会被发现。
可是走着走着，楚风便眉头皱起，随着他的深入，隐隐间，楚风能够听到一些声音，那并不是人类的声音，乃是妖族的声音。而让楚风眉头紧皱的是，那声音更像是惨叫，这让楚风觉得很可能有不好的事情正在发生。楚风是心善之人，眼见有人遭难，自然不会坐视不管，于是他加快了前行的步伐。这声音，但很快，楚风却又神色一动，甚至在其眼中涌现出震惊之色。他在那群妖的惨叫声中听到了人族的声音，而那个声音竟还是楚风熟悉的声音。听到熟悉的声音，楚风也是有些难以置信，但他只是稍微迟疑了一下，便继续向前行。这一路上可并非畅通无阻，结界阵法、机关陷阱、诡异迷宫应有尽有。看得出来，此地的主人为了阻拦外面的人进入此地，也是费尽心思。只是奈何这些机关陷阱以及结界阵法，对于一位龙纹级圣袍界灵师而言，却是形同虚设。很快，楚风就穿过了那长长的地下通道，而当楚风破开最后的结界之后，浮现在楚风眼前的，则是一个浩瀚的地底世界。大部分地底世界都会打造成现实世界的模样，虽建在地底之中，可抬头可以看到蓝天白云，地面也是山川江河尽有。虽建在地底，却也是美轮美奂。可这个地底世界却没有那些伪装，而是处于相对原始的状态。抬头望去，乃是层层土壤，不过土壤下方有着一层结界阵法，那阵法封锁住了土壤，使土壤无法下沉。而那结界着阵法不仅支撑住了地底世界顶端的土壤，也散发着光芒，使得这个底世界并不黑暗，反而灯火通明。因此这里的一切，楚风根本不用特殊观察就能看得清清楚楚。这的底世界内充斥着大量的妖兽，那些妖兽皆是人形，但却比正常人要高大10几倍，并且虽然他们如人一般以双腿站立，可他们却有着8条手臂，8只手臂皆是非常的强壮，看上去非常有力。而他们浑身的肌肤也是非常的厚实，宛如钢铁打造而成，而手掌更是如同利刃一般。这妖兽看上去非常的危险，而如同这样的妖兽，在这方世界内起码有着几万只。可是那些妖兽明明钢筋铁骨，但却个个遍体鳞伤。原来他们是在劳作，用他们的强壮手臂以及利刃一般的手掌去开凿一块巨大的岩壁。他们用手臂将岩壁上的岩石挖掘下来，然后再用一座特殊的阵法去炼化那些碎石，将那碎石转化成一股特殊的气焰，储存于阵法之中。那些岩石看上去非常寻常，可实际上那岩石却非常特殊。那岩石除非拥有足够强大的武力，或者足够精湛的结界之术，否则无法，根本难以撼动，就别说将它们开采下来了。不过那些妖兽，他们的身体有些特殊，似是与那岩壁上的石头用共鸣，所以他们可以从岩壁上面将岩石挖掘下来。但从他们那疲惫的模样，也不难发现，他们挖掘这岩石也需要耗费极大的力气。可哪怕如此，在那地底世界顶端却悬浮着上千道巨大的鞭子，鞭子上面有火焰升腾，乃是极其危险之物。只要有妖兽稍有懈怠，那鞭子便会立刻落下，对妖兽进行抽打。鞭子可破开妖兽的钢筋铁骨，每击中一下都可以留下一道血淋淋的伤口。那些妖兽的惨叫声正是因此而起，但惨叫声并不只是挨鞭子的妖兽才会发出，在那座炼化碎石的大阵内，楚风也听到了那些妖兽的惨叫。原来那座大阵不仅在炼化那些碎石，在那大阵内还有妖兽也在其中，并且也正在被炼化。而除了这些妖兽的惨叫声，还有另外一个声音，那个声音在严厉地训斥着那些妖兽。这个人就是掌控那些鞭子的人，这个人也是楚风熟悉的人，而这个人便是诸天门逃脱出来的余孽拓跋承安。楚风想过日后可能会找到拓跋承安，但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毫无线索的情况下，竟然会这么快遇到拓跋承安。此时的拓跋承安侧躺在一座小山之上，身旁还有甜点水果，训斥之余便惬意的饮食。对于他而言，那些妖物的辛勤劳动就像是一场好戏一般，但不得不承认，他那个模样倒是相当的舒服。只是他身下的那座山却不是寻常的山，那乃是一座尸山，是那些妖物的尸体堆积而成的山。只是那些妖物的尸体并不想单纯被杀死的，而是被抽干血肉，死相非常之惨。这个作孽的老东西，楚风只看了一眼此地的状况，就已经大概知道了一切。此地有至宝，那至宝就是那巨大的岩石，只是这岩石很特殊，除非实力滔天，否则想要开采下来，只有那些妖兽可以做到。甚至就连那炼化岩石碎块的阵法，也非寻常的结界阵法，那上面有那些妖兽的气息。楚风若没有猜错，这很可能是一件非常残忍的事。那座结界阵法是用了那些妖兽的血脉之力，需要不断将妖兽送入阵法内，被阵法炼化，才能让那阵法拥有炼化那些碎石的力量。甚至就连那炼化的气焰，楚风都能看得出来，那是什么样的力量？那是一种对丹田有助的力量。灵魂乃修武者的生命，而丹田则修武者的根本，武力、修为都储存于丹田之内。若丹田强大，修武者便也会强大。也难怪诸天门都被灭了，拓跋承安还不赶紧逃离诸天星域，而是来到这里。他应该就是舍不得这力量，想要将那些岩石内的力量全部炼化成他可以运用的力量后再离开此地。拓跋老，你可真是心狠手辣呀！看到拓跋承安这种暴行，楚风忍无可忍，不仅现身，更是开口。这里除了妖兽的哀嚎，就只有拓跋承安。突然间传来了一道不一样的声音，这引起了所有妖物的注意，当然这也包括拓跋承安。楚风的声音，拓跋承安自然认得，正因认得，他才感觉难以置信。可是他顺声观望，发现楚风真的站在此处后，却不得不信。修罗，你怎么会在这里？看到楚风的那一刻，拓跋承安顿时面露恐慌，开始四下观望。他很害怕
但他害怕的不是楚风，而是赵红，所以他四下观望，是在寻找赵红的身影。难怪当初祖武龙城城主废了你的修为，你都能恢复的那样彻底，就好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原来你的丹田是用此地的力量淬炼的，不过用他们的生命所换来的力量，你难道不会寝食难安吗？楚风凝声问道。你是怎么找到这里的？拓跋承安根本不理会楚风的问题，而是对楚风询问起来。你别忘记，我可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发现这种地方并不难。不过你也不用害怕，今日我是路过此地，偶然发现。进入此地之前，我也不知道你在这里面。楚风说道。所以是你一个人来的？拓跋承安问道。对，楚风说道。听得此话，拓跋承安那原本紧张的面容终于得以缓解。与此同时，在他的嘴角还涌现出了一抹阴冷的笑容，同时在他的眼中也涌现出了一抹杀意。修罗，你真是不该来这里！拓跋承安对楚风说道。猛然间，拓跋承安出手了，他大袖一挥，磅礴的威压便自其体内释放而出，向楚风压迫而去。这威压与众不同，乃是有形的威压，那威压化作了无数道巨大的镰刀，这是要将楚风碎尸万段。然而面对那威压，楚风却是不闪不躲，反而嘴角挂着一抹淡淡的弧度，那笑容是那样的风轻云淡，是那样的自信满满。可是拓跋承安却根本没有注意到这些，在他看来，他可以轻易的抹杀楚风。楚风不闪不躲，完全是因为无力闪躲，而并没有任何不妥。直到那镰刀来到楚风身前，从楚风身上掠过，他才发现事情似乎并不简单。任凭那镰刀依旧凶猛，连空气都被斩切开来，甚至在楚风面前火花四溅。可是任凭声势再强，楚风却并未受一丝影响。当那无数道镰刀一般的威压从楚风身上掠过之后，楚风他竟连一根头发都没有被斩断。你挡得住我的威压？拓跋承安眉头紧皱，开始紧张地打量着四周。他并不太相信是楚风自己挡下了那威压，他觉得很可能是高手在保护楚风，而那个人很可能就是赵红。我挡住你的威压，有何不妥吗？我既然敢现身，就说明我有收拾你的把握。连五大势力掌教我都不放在眼里，难道我会惧怕你？楚风一边说话，一边向拓跋承安缓缓走去。难道你身上还有至宝？你到底有多少至宝？拓跋承安有些慌了，他一边说话，一边向后退去，但同时他的手中也是出现了一把半城尊兵。对付你根本不需要至宝，楚风说道。狂妄枪！突然间，拓跋承安手臂猛然抛起，手中的半城尊兵便化作一道光芒，直奔楚风而去。那是一把长剑，原本通体银色，可此时那银色长剑却升腾着紫色的火焰，那乃是仙法，是与这半城尊兵能够相容的仙法。这半城尊兵出现，本就使得拓跋承安战力大增，而他又以强大之仙法与半城尊兵相融。此时这把剑的威力已是极为恐怖，此剑一出，空间震荡，只是那威压都将在场的许多妖物震得七孔流血。可就是这样的剑，在靠近楚风之后，楚风只是身形一闪，便将这把剑躲了过去。紧接着楚风探手一抓，锵的一声，楚风竟然徒手将那把剑抓了下来。你竟然拥有在我之上的战力，你到底是怎么做到的？你是隐藏了实力吗？不可能，你不可能隐藏了实力，否则当日就不会用那样的宝物来勉强获得战力去对抗我们掌教。至宝，你一定又是用了至宝？拓跋承安彻底慌了。起初他还觉得可能是有人暗中保护楚风，但现在他却发现楚风依仗的乃是自己的实力。可直至此时，他根本感受不到楚风的气息是何境界。至宝！楚风不屑的一笑，旋即继续说道：“反正你要死了，不妨让你死个明白。”楚风此话落下，身体便开始变化，在他的身上原来有着一层铠甲，是那铠甲守护了楚风，使得楚风不被拓跋承安的攻势所伤。而那铠甲乃是结界阵法所演化，结界之力，你竟然用结界之力挡下了我的攻势？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老夫可并非无知之辈，关于界灵师的战力，老夫还是有所耳闻的。就算是龙纹级圣袍界灵师，使其结界之术的战力大增，但也只是堪比一品至尊而已。而老夫乃3品至尊，你怎么可能用你的结界之术压制老夫？运用至宝，修罗，你胜之不武！拓跋承安一口咬定，楚风乃是运用至宝的力量才压制住了他，而楚风则是淡淡一笑，他并没有想要解释，因为他觉得没有必要，只要他自己清楚是怎么回事就可以了。其实拓跋承安说的没错，寻常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的确只能获得堪比1品至尊的战力，楚风是运用九龙圣袍的力量才获得了堪比2品至尊的战力。至于这3品至尊的战力，则是与汤臣大师的那座阵法有关。楚风破解那座阵法虽然以失败告终，但却在破解阵法的途中，在那阵法的压迫下，却使得自己的血脉之力有了变化。也可能是潜藏的力量被唤醒，也可能是血脉得到了净化，但可以确定的是，楚风的血脉之力得到了升华，这使得楚风获得了远强于其他界灵师的力量。寻常的龙纹级圣袍界灵师只能获得堪比1品至尊的力量，之前的楚风其实也是如此，但是自从血脉之力得到了升华，楚风便拥有堪比2品至尊的力量，再加上九龙圣袍的力量，楚风便有了如今堪比3品至尊的力量，并且九龙圣袍以及楚风的血脉之力都非常强悍的原因，这使得楚风的战力远非寻常的3品至尊可比。这便是为何楚风看到拓跋承安后还敢现身的原因，这也是为何楚风能够如此轻松的就挡下拓跋承安攻势的原因，这就是为何楚风当日明明破阵失败还要谢汤臣大师的原因。拓跋承安，你心狠手辣，作恶多端，依我看，你所做下的孽未必比那刘硕少，你这种人不该活在这个世界上，今日就由我来了结了你吧。
楚风说话之时，握着拓跋承安的那把半城尊兵，在向拓跋承安一步一步的走去。拓跋承安吓得脸色苍白，不断倒退。在他看来，楚风每踏出一步，都是死亡距离近了一步，那种缓缓逼近的恐惧，简直就快要将他逼疯了。终于，他忍不住了，竟然放声痛哭。这位诸天门内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太上长老，竟然在楚风面前痛哭流涕。修罗，我不瞒你，我的确做了很多错事，但我都是被逼的，都是刘硕逼我做的。你我的过节，不至于弄到这步田地。而那刘硕与赵红的恩怨，也是与我无关。修罗，你给我一次机会，你给我一次改过自新的机会，我愿意将我身上的所有宝物都给你。我拓跋承安愿意给你做牛走马。修罗，我求你了，你给我一次机会吧，我保证，我拓跋承安定然重新做人，不再做伤天害理之事。走投无路的拓跋承安也只能选择求饶。然而他话还未说完，便忽然惨叫一声。原来楚风已经来到了他的身前，并且手中的剑已经洞穿了拓跋承安的丹田，鲜血飞溅。楚风将那剑拔了出来，拓跋承安也是顺势趴在了地上，虽然满面痛苦，但却还在用双手捂着自己的丹田。楚风看得出来，在他的双手之上有着特殊的药丸，那药丸化作力量，不断融入丹田之内。这拓跋承安是在修复自己的丹田，想保住自己的修为，哪怕大难临头，但他还是在想尽办法保护自己的修为。看着这样的拓跋承安，楚风发出一声冷笑：不要怕，我修罗下手向来有轻重之分，你这一次的修为是绝对保不住了。修罗，你我的仇怨根本不至于如此，你非要这样吗？非要置老夫于死地不可？你也未免太过记仇了吧？老夫我真的是看错你了。拓跋承安的语言并不激烈，反而显得他非常委屈。其实他是仍想寻求一线生机。看着这样的拓跋承安，楚风淡淡的笑了。毕竟他们之间的仇怨，楚风是最为清楚的。就凭拓跋承安的所作所为，楚风必然不会放过他。于是楚风开始布置阵法，那阵法金光璀璨，神圣无比。当其笼罩拓跋承安之后，拓跋承安的痛感立刻减少，甚至他能感觉到自己的丹田被强化，就连他的肉身以及灵魂都被强化，他的生命力竟然变得比之前还要顽强的多。多谢小友，多谢小友。拓跋承安觉得楚风是要放过他，他如获新生，感动的痛哭流涕，一边磕头一边向楚风作揖。而楚风则是面露不解，为何谢我？修罗小友，你大人有大量，不计前嫌，老夫感激不尽。小友，你就是我拓跋承安的再生父母，以后做牛做马，我拓跋承安都是愿意。拓跋承安越说越激动，那个样子就好像他真的愿意以楚风为首饰瞻一般。但是只有他自己心里清楚，楚风就算放过他，他也不会真的感激楚风，相反，他会记得楚风今日差点杀了他。若没机会也就算了，若是以后有机会，他一定会报复楚风。这就是他拓跋承安的天性，心狠手辣，卑鄙狡诈，良心在他这种人的身体里根本就不存在。不得不说，拓跋承安的演技非常精湛，若是其他人可能真的被他骗了，但楚风却并没有。看着那假惺惺的拓跋承安，楚风嘴角的笑意则是更浓。你想多了，我这阵法不是要放过你，而是我看你身子太弱，所以用阵法让你身体变得顽强一点。楚风笑眯眯地说道。你到底是什么意思？拓跋承安感谢的动作僵持住了，脸色也是变得难看。他意识到事情好像不是他想的那么简单。你怎么这么笨？枉费你还是诸天门的太上长老，这理解能力也未免太差了吧？楚风笑的同时，看向拓跋承安的目光也变得讽刺起来。你到底什么意思？拓跋承安脸色变得阴沉，因为他越来越觉得楚风帮他疗伤似乎并非好意。算了算了，我就让你死个明白吧。我为你疗伤，加固你的生命力，是因为我不想让你死得太痛快。这么说，你清楚了吗？楚风说这话的时候，脸上挂着得意的笑容。且说完此话，还扫视了一眼那些妖兽。看到这里，拓跋承安终于明白了，楚风他是想狠狠地折磨自己，所以才用阵法替他疗伤。明白真相的他，顿时万念俱灰，甚至气得破口大骂：修罗，你这个畜生，你不得好死！知道自己活不成了，拓跋承安一边骂着楚风，还一边向扑了过来。那个架势就是要与楚风鱼死网破。然而没被破丹田的他，都不是楚风的对手。此时的他怎么可能伤到楚风？只见楚风随手一挥，手都没碰到拓跋承安，只是煽起的风力便将拓跋承安吹翻在地，并且趴在地上之后，拓跋承安竟然连起身的力气都没有了。堂堂诸天门太上长老，在楚风的面前简直弱的就像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老人。之所以如此，并不只是他的丹田被楚风刺穿，其实也与楚风布置的阵法有关。那阵法虽然让拓跋承安的生命力变得更加顽强，但是却束缚住了他那残余的力量，使得他基本成为了一个丧失战力的人。看着那趴在地上气得双手垂的却又无能为力的拓跋承安，楚风冷笑一声，便将目光投向了那些妖兽。他的修为已经被废了，你们还不有仇报仇，有怨报怨。楚风高声说道。楚风并没打算亲自动手，而是想让这些妖兽来折磨拓跋承安。那些妖兽手掌锋利，连岩石都可以开凿。想一想，那样的手掌落到拓跋承安的身上，将是怎样的场面？楚风想想都觉得非常带感。楚风觉得有这些妖兽来了结拓跋承安，乃是对拓跋承安最大的惩罚。而其实早在楚风开口之前，那些妖兽便已来到近前，恶狠狠地盯着那趴在地上的拓跋承安。从他们的目光之中，能够看得出来，他们对拓跋承安有着极深的恨意，只是他们却不敢动手，心中仍有顾忌。而楚风能够猜到他们顾忌的到底是什么。放心吧，诸天门已经被灭门了，他如今也只是丧家犬，你们今日杀了他，就可以重获自由，是成为此地的主人，或是离开此地，都由你们自己做主。
没有人会找你们麻烦。对了，下毒手没关系，但切记，本源要留给我。楚风继续说道。听到这里，那些妖物终于动手了，不过一瞬间，他们就将拓跋承安围了起来，无数道锋利的爪子刺向了拓跋承安。这些惨遭折磨的妖兽开始对拓跋承安进行疯狂的报复，在这样的摧残之下，拓跋承安自然也是惨叫连连，但哪怕哀嚎不断，他还是会紧咬牙关，对楚风进行咒骂。修罗，你这阴险的东西，你不得好死，你一定不得好死！我拓跋承安就算做鬼也不会放过你。只是他的咒骂并没有持续太久，因为那些妖物已经将拓跋承安抹杀致死，而将拓跋承安杀死之后，那些妖物便整齐地退到两旁，并且齐刷刷地跪在了楚风的面前。多谢大人出手相救，此恩我的敌铁兽族世代难忘。紧接着，竟有如雷鸣般的声音响彻开来。原来这些妖兽不仅具有灵智，并且也会说话。而他们之所以如此感谢楚风，不仅仅是楚风帮他们铲除了拓跋承安，事实上，当楚风现身之前，就已经用结界之术封锁住了虚空之上的鞭子，同时封锁住了那座炼化大阵，使得他们的族人可以不再受那阵法的抹杀。这一切，他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谢就不必了，我与他本身就有恩怨，就算你们放过他，我也不会翻过他。只是这么快就结束了吗？这样就让他死了，也未免太便宜这个老东西了。楚风看了一眼拓跋承安，此时的拓跋承安在那无数只利爪的撕扯下，早就不成人形，他死的可以说是非常之惨。但楚风仍觉得，对于这个老东西而言，还是让他死的太过轻松了。早知道这些妖物对拓跋承安的折磨竟然如此短暂，倒不如楚风自己亲自出手了。楚风走到拓跋承安那残缺的尸体前，将他的乾坤袋以及身上的宝物全都搜罗了起来，就连拓跋承安的本源，楚风也没有放过。楚风将其本源收起来，是想等女王大人苏醒后，让女王大人修炼用。在女王大人闭关的这段日子，楚风一直保持着这个习惯，修为弱的人杀也就杀了，但修为强大的人，楚风在杀他们之前，其实都已经将他们的本源取为女王大人保留了下来。诸位，后会有期。楚风收了拓跋承安的本源之后，就准备离开此地。毕竟就这群族人，不过是顺手的事情，本身根本没有什么交情，所以对于他们接下来的打算，楚风也并不关切。大人，请等一下。可就在楚风动身之际，那地底铁兽族中一位年迈的老者却是忽然开口了。楚风回头观望，发现在那的底铁兽族的所有族人竟然跪在地上。诸位，我说过了，我与那拓跋承安本就有个人恩怨，就算没有你们，我也不会放过他。你们不必这样，都起来吧。楚风说话间，手臂抬起，而这些地底铁兽族的族人也皆是随着楚风的手臂抬起而站起身来。是楚风用他的力量强行将他们搀扶了起来。然而当他们起来之后，那名先前开口的老者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只见其抬起一只手臂，随后猛然下落，只听扑哧一声，他竟将自己的利爪刺入了自己的身体。紧接着更为惊人的一幕发生了，在场的所有地底铁兽族的族人竟与那老者一样，皆是做出了相同的举动，用他们的利爪刺入了自己的身体。你们这是做什么？见此一幕，就连楚风也是懵了。对方就算感激他，但也不用自残吧？难道说这是地底铁兽族特殊的礼仪，以自残的方式来感谢对他们有大恩之人？还是说楚风不让他们跪拜，他们生气了，所以才做出了这种过激的举动？但无论怎么想，似乎都不太合理。恩人，你今日救了我族，避免我族惨遭灭族之灾难，此等大恩，我族无以为报，只能尽我族之所能来报答恩人，请恩人务必收下此物。那老者此话说完，便将利刃从自己的体内拔出。紧接着，所有地底铁兽族的族人都将那利刃从身体拔了出来。看到接下来的一幕后，楚风也再度愣住了。他惊愕地发现，的底铁兽族的伤口处开始流出血液，但那不是寻常的血液，那血液竟混合着绿色的光芒，同时散发着独特的气息。楚风一眼就看出来，那是蕴含着血脉之力的血液。与其说那是血液，更不如说是他们独特的血脉。伴随着那血液的溢出，所有的底铁兽族都好像遭受了重创，变得非常虚弱，甚至许多族人更是直接瘫倒在地，连坐起来的力气都没有了。不过这也能够理解，毕竟血脉本就是武者之根本，正常人血脉之力根本就是不可控的，他们能够控制自己的血脉之力已是非常利奥的，能将血脉之力从自己体内抽离而出就更了不得了。当然他们强行将血脉之力从自己体内释放出，这自然也是非常伤身体的。可哪怕如此，那位老者却仍然在坚持着。他站在原地，双手捏出奇特的法诀，而后竟操控那些从族人体内释放而出的血液，飘向了那座炼化石头的阵法。当众为族人血液落入阵法之后，那阵法便立刻有了变化，竟然化作磅礴的气焰，冲天而起，向那块巨大的岩石冲击而去。而在那气焰的冲击之下，那岩石不仅碎裂开来，更是直接化作了气焰。看到那岩石的变化，楚风明白了，原来这个底铁兽族此举完全是加强了那座大阵的力量。此时这座大阵的力量已经强大到可以炼化那一整块巨大的岩石，并且炼化的速度非常之快。不过与此同时，那座大阵的力量也在逐渐消散。但幸运的是，当那大阵的力量彻底消散之前，那巨大的岩石就已经被彻底炼化。那些岩石所转化的力量被老者小心翼翼地收在了一个特殊的容器内，且奉送到了楚风的面前。看到那个容器，楚风知道那老者所说的报答是什么了。他们对楚风的报答就是用那特殊的岩石所炼化而成的力量。恩人，请务必收下。老者再度跪在了楚风面前，而那些明明已经虚弱至极的族人们竟也用尽力气勉强爬起来，再度跪在了楚风面前。此时的他们
不仅仅是感谢楚风，而是祈求楚风收下这份礼物。看来我不收下是不行了。楚风将那磅礴的力量接了下来，刚刚接到手中，便赶忙说道：“我都收下了，你们就别跪了。”楚风此话说出，这些族人依旧没有反应，反倒是那位老者挥了挥手后，那些族人才不再对楚风跪拜。看得出来，这位老者在这族群之中应该是有着极大权威的。楚风没有猜错，这位老者应该有着类似族长的身份。你们既然能够直接炼化那块宝石，为何不直接炼化，反而是冒着被打的风险，并且让自己的族人不断进入那阵法之内，牺牲自己，也要一点一点的开采，一点一点的炼化呢？楚风问出了自己心中的不解。那拓跋承安为人歹毒，心狠手辣，他将我们困于此地，就是因为想得到那石头内蕴含的力量。若那血脉实在，我们就还有利用价值；可若血脉实不在了，唉。老者没有将话说完，而是以一声叹息收尾。那声叹息充斥着太多的无奈。而听到这里，其实楚风就已经明白了，拓跋承安太狠辣了。若是这些地底铁兽族没有了利用价值，那等待他们的自然就是灭族的下场。拓跋承安不可能将他们放出去，让他们去传播自己恶行。这也就难怪这些地底铁兽族宁愿每日挨打，宁愿牺牲族人，却也不愿直接运用血脉之力将那巨石直接炼化。毕竟就算这样苟活，但却也还有一线生机，至少他们的族群还存在。大人，若不是你，我们地底铁兽族必然难逃灭族之灾。所以大人，日后您若需要的话，尽管开口，我地底铁兽族能做到的，定然全力以赴。老者对楚风抱拳说道：“你们还打算继续生活在这里？”楚风从老者的话语中听出，他们似乎还想继续留在此地。恩人，我们的底铁兽族自从诞生以来，就在此地繁衍，有祖训，永世不得离开此地。那老者说道：“那除了拓跋承安，还有人知道你们在这里吗？”楚风问道：“应该是没有了，我族向来小心，基本不与外界接触。其实我族也不必遭此大劫的，都怪老夫当年心善，才酿成大祸。”话到此处，老者一脸的悔恨。而后经过老者的讲述，楚风也终于知道为何拓跋承安会发现此地。原来当年拓跋承安不知何故身负重创，刚好就落在了这山脉之外的底铁兽族。虽然长相凶悍，但其实内心非常善良，是一个善良的族群。老者看拓跋承安奄奄一息，便动了恻隐之心，将他带回族内疗伤。本想着在其苏醒之前就将拓跋承安送出此地，这也就避免了麻烦。但未曾想到拓跋承安忽然醒来，并且其修为竟如此强横，远在老者之上。而后的事情自然是拓跋承安不念老者救命之恩，反而贪图此处宝物，至此整个地底铁兽族都成为了拓跋承安的奴隶，惨遭拓跋承安折磨，甚至遭到虐杀。得知禁果，楚风内心怒火翻腾。他早知拓跋承安人品极差，却未想到拓跋承安竟恶毒到这种地步，连救命恩人都不放过。若早知此事，楚风定然不会让拓跋承安那么便宜的就死去。不过总算也有一个好消息，那就是除了拓跋承安外，似乎并无人知道此处的底铁兽族。若是继续留在此处，应该也不会有人打扰。但为了以防万一，楚风在离开之前还是布置了一重强悍的阵法。这阵法不仅让此地变得更为隐秘，同时外人想要进来也很不容易，可以说是给予了这的底铁兽族一重安全的保障。而后楚风也是将的底铁兽族赠送给他的礼物炼入了体内。这力量如楚风之前猜测的一样，不仅可以融入灵魂，更是可以守护丹田，让丹田变得更为坚固，更为强大，乃是少见的淬炼珍品。想一想，当初拓跋承安在祖武星域的大千上界被祖武龙城城主废除了修为，都能完好无损的恢复，靠的就是此处的力量。而楚风得到的力量可比那拓跋承安所得到的要多得多，所以此行楚风不仅除掉了拓跋承安，更是得到了意外收获，也可谓是不虚此行了。而后楚风便离开了此地，向祖武星域的大千上界返去。虽说此次来到诸天星域的时间并不久，可楚风对大千上界却是非常的惦念，当然主要还是惦念着大千上界的那些人。大千上界楚氏天族自从当日一战祖武龙城委托楚氏天族族长掌管祖武星域之后，这楚氏天族就一天都未曾安宁过，各方势力不断慕名来访，就连其他星域的一些势力也是前来拜会。这等景象之热闹，可以说是楚氏天族立足以来都从未有过的。其实若是换作其他势力，多半不会招待所有人，毕竟一方霸主该有一方霸主的样子。可楚氏天族族长却并没有拒绝，无论前来拜会的势力实力是强是弱，只要是第一次来拜会，他都会命人接待。当然无论何方势力前来拜会，对楚氏天族都是毕恭毕敬。虽说楚氏天族不安宁，但这不安宁的同时却也承受着无数人的敬仰与崇拜，所以这段时间楚氏天族的小一辈们可以说是非常的惬意。虽说当初的他们就是大千上界的霸主，深受大千上界各方势力的尊敬，但却也只是限于大千上界。他们都知道，若是离开大千上界，在祖武星域来看，他们楚氏天族的地位其实很低，有很多人都看不起他们。可现在则是不同，整个祖武星域的任何势力都对他们敬畏有加，这让他们的身份提升了不知道多少个档次，虚荣心变得异常膨胀。自然而然的，他们也非常喜欢这种身份的变化，喜欢受各方势力的敬仰。不过小一辈考虑的少，沉浸于这种身份变化也能够理解，可是老一辈们可就有些忧愁了。他们都知道楚氏天族如今的底蕴无法支撑一方星域霸主的身份，他们能够得到这个身份完全是祖武龙城看在楚风的面子上罢了。所以他们也很清楚，这个霸主之位他们是名不副实的。可人都往高处走，水才向低处流，既然已经到了这个地位，哪怕名不副实，他们也不想降下去，因为他们也很享受这种
受整个星域敬仰的感觉，所以该如何守住这个霸主之位，成为了所有人都在考虑的问题。当然，他们也知道，他们最大的王牌就是楚风。楚风天赋惊人，可以说丝毫不逊色于他的爷爷楚汉仙以及他的父亲楚轩辕。所有族人都知道，只要给予楚风足够的时间，楚风一定可以成为祖武星域的最强者。那个时候就没人敢质疑他楚氏天族了。只是在此之前，又该怎么办呢？他们所愁的正是楚风成长起来之前的这段时间。此时，楚氏天族族长楚汉鹏、楚轩正法楚氏天族的许多长老们全部聚集在楚氏天族内的一座传送阵法之外，他们整齐而列，这个架势可是非常少有的。如今，除了3成的人外，可几乎没有人能让楚氏天族如此兴师动众。原来他们是在恭送一个人，可这个人却并非3成的人，那是一位老者。他气宇轩昂，身穿紫金长袍，莫叹他那强大的气场。只是这身装扮看上去就极为高贵，让人觉得此人绝非等闲之辈。而对于这位老者，楚氏天族族长等人也都是笑脸相迎，这种恭敬的态度更是说明了这位老者的不简单。可是当那位老者消失在阵法之后，楚氏天族的众位长老们却几乎同时收起脸上那僵硬的笑容，变得愁眉不展。就连楚汉鹏和楚轩正法也不例外，他们如此紧张，乃是因为一物，那是楚氏天族族长手中所握着的那封信函。这封信函正是刚刚那位身穿紫金长袍的老者所送来的，这是一封特殊的邀请函。至于为何说它特殊，那是因为能够接到这封邀请函的，皆是一方星域的霸主。当这封邀请函发出的时候，就预示着不仅楚氏天族收到了，还有其他星域的最强势力也将收到这封邀请函。可是祖武星域乃是圣光天河内10大仪器星域之一，这所谓的10大仪器星域乃是圣光天河内最弱的星域，也正因实力太弱，连没有参加圣光天河盛世资格，所以才被称为仪器星域。因此当祖武星域收到邀请函的时候，也就说明另外那些收到邀请函的势力也都是仪器星域的霸主势力。如果说这是一场盛世的话，那也是属于10大仪器星域的盛世。按理来说，10大仪器星域皆是半斤8两，聚在一起也没什么。在此之前，他们也曾聚过多次，不然诸天门等势力也不可能成为盟友。可是楚氏天族仍是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不因别的，只因他们的实力实在是太弱了。他们在祖武星域是一方霸主，但实力却并非祖武星域最强的。之所以能够成为祖武星域的霸主，完全是3成的意思。在3成的拥护下，就算有人不服，却也只能藏在心里，没人敢说出来。可若离开祖武星域就不一样了，那些强大的存在可不会顾忌那么多，看不起就是看不起。楚氏天族若是赴约，必然遭受鄙夷，这便是楚氏天族众人愁眉苦脸的原因所在。族长大人，我们不赴约不行吗？忽然楚轩正法问道。这怕是不行，族长大人刚刚已经答应了。楚汉鹏抢着说道。答应就不能反悔吗？楚轩正法说道。反悔？那可是紫星堂的邀请函，我们若是不赴约，就是不给紫星堂面子，我们连其他星域都得罪不起，岂敢得罪紫星堂啊？楚汉鹏说这话的时候倍感无奈，而听闻这些，楚轩正法也是低下了头。紫星堂是何存在？紫星堂也是一方星域霸主，刚刚那位身穿紫金长袍的老者便是紫星堂的人。可紫星堂并非来自10大仪器星域，而是来自下星域，虽是下星域，可也绝非仪器星域可比，所以紫星堂的实力是凌驾于所有仪器星域之上的。不用楚汉鹏说，楚轩正法也知道他们得罪不起紫星堂，他不想去赴约，也只是不想他们的族长大人受辱。因为这场盛世对于其他星域来说是聚会，可对于楚氏天族来说很可能是一场鸿门宴。族长大人，您事务繁忙，还是由我带您去赴约吧。忽然楚轩正法抬起头看向了楚氏天族族长，他不想楚氏天族族长受辱，又不能不赴约，所以只能想到这样的主意，那就是代替楚氏天族族长前去受辱。可是对于楚轩正法的提议，楚氏天族族长却是笑着摆了摆手。正法心意领了，但这件事只能老夫亲自去。可是族长大人，您……楚轩正法仍想劝阻。正法，你也知道这场盛会对于我楚氏天族非常不友好，对吗？可你有没有想过，为何偏偏只是对我楚氏天族不友好？楚氏天族族长问道。因为我楚氏天族实力是最弱的，修武者的世界弱肉强食，这是亘古不变的道理。楚轩正法说道。对，实力不济，这是主要原因。我楚氏天族的实力的确没资格做星域之主，这一点我们在座的都很清楚。可我楚氏天族就算实力不济，却也要有骨气。既然老夫当日在3位城主大人面前接下来了掌管祖武星域这个重担，就应该承受一切。老夫不能只享受星域之人的敬仰，也当担负起星域之主应承担的责任，岂有逃避之理？楚氏天族族长说这话的时候，目光扫向在场的众人，所有长老都是低头不语，他们都找不到反驳楚氏天族族长的理由。族长大人，那我随您去。楚轩正法说道。在意吧。楚氏天族族长说话间便将这封信函收了起来。族长大人，太上长老大人，诸位大人，大事不好了！可就在此时，忽然有一位长老冲了进来，扑通一声就跪在了地上。他面容苍白，汗如雨下，甚至就连那抱拳施礼的手臂都在微微颤抖，就好像受到了极大的惊吓一般。真是不成体统，什么事情让你如此大惊小怪？还好侍者大人走了，否则我楚氏天族的脸面都被你丢尽了。众人本就心情压抑，此时又有人来报坏消息，让在场的一些人极为恼火。一时间，许多怒斥的声音都落在了那位长老的头上。当然，也不只是因为心情不好，也有其他原因。这个原因就是这位老者的表现实在太过惊慌。可如今的楚氏天族早就今非昔比，
在3成的庇护下，几乎没有人敢找处世天族的麻烦。这种情况下，谁敢与他们作对？正因如此，才会有人斥责那位长老，大惊小怪。可哪怕遭受长老斥责，那位长老的慌张之色竟也丝毫没有收敛。星域主界的人回来了。那位长老吓得连说话都变得结巴起来。星域主界，听闻这4个字，就连楚宣正法和处世天族族长等人也皆是脸色大变。你是说无名一族的人回来了？处世天族族长追问道。对，并且此时他们已经来到了我处世天族门前。他们来势汹汹，我看是来者不善啊！族长大人，诸位大人，您快去看看吧。那位长老说话的时候都快哭了出来，他真的是被吓坏了。实际上此时已经不仅是他被吓到了，先前那些批评这位长老大惊小怪的人们，眼下也都是吓得瑟瑟发抖。就连处世天族族长以及楚宣正法等人的脸色皆是变得非常难看。无名一族是何存在？他们再清楚不过，那可是统治祖武星域多年的霸主。当年楚汉仙就是被无名一族逼走的，就连楚轩辕也不例外。在楚风小时候，若不是迫于无名一族的压迫，楚风和楚轩辕也不会被贬到下界去受苦。虽说无名一族与灵狐天族一战损失惨重，听闻战败之后的无名一族只有少数高手逃脱，大部分族人都死在了灵狐天族手中。可想而知，如今的无名一族必然不如当年，实力应该是削弱了的。可哪怕如此，无名一族也绝对不是处世天族能够抗衡的。再加上多年来的压迫，所以在处世天族族人心中，无名一族的名号可比灵狐天族要恐怖得多。族长大人，这无名一族既然卷土重来，势必是为了祖武星域霸主之位，我们可如何是好啊？要不然赶紧向3成求救吧。对，求救，我们只能求救了，否则我们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那些长老真的被吓坏了，连声音之中都充满了恐惧。求救？3成距离我们如此遥远，而无名一族已经兵临城下，现在求救根本就来不及。楚宣正法说道，此时他的语气也不太好，主要是实在看不起这群胆小怕事的长老们。族长大人，我倒是有一计。忽然一位相对镇定的长老开口了。有何计？说来听听。处世天族族长问道。无名一族回到祖武星域，没有任何风声，说明他们是刚刚回到祖武星域，便直奔我处世天族而来，其目的自然是想夺回祖武星域的霸主之位。而如今那紫星堂刚好邀请众星域前往紫星堂参加盛会，我们不如将计就计，将这祖武星域的霸主之位让给无名一族，然后让他们去赴约。那位长老开口说道，这的确是一个好法子。听闻此话，许多长老都表示赞同，可处世天族族长却是摇了摇头，不可，这祖武星域主人的位子乃是祖武龙城授权给我族的，除非祖武龙城亲自开口，否则任何人来，我处世天族都不能将这霸主之位交出去。处世天族族长说道。族长大人，可是我们并不是无名一族的对手啊。族长大人，面子虽然重要，可这并没有我族人的安危重要啊。族长大人，请您三思。此时在场的不少族人都跪在了地上，他们都希望处世天族族长能够放弃这个霸主之位，以保处世天族安宁。闭嘴，谁敢再劝族长大人，我就杀了他。可就在此时，楚宣正法怒喝起来。听闻此话，那些族人也是赶忙收声，他们了解楚宣正法的脾气。这个人说的出作的道，搞不好真的会杀了他们。族长大人，那我们现在当如何？楚汉鹏也是上前问道。他比较了解族长的性格，所以他没有劝族长，因为他知道劝了也是没用，所以眼下只听从族常大人的安排。大家莫慌，这件事由老夫来处理吧。处世天族族长说话间便御空而起，向外行去。见状，楚宣正法以及刑罚堂的人则是赶忙跟了过去。倒是楚汉鹏在起身之前，用其目光扫视了一眼众位长老。我族向来共进退，若自认为还是处世天族的族人，就随族长大人一同面对。说完此话，他也是拔空而起。至于那些长老们，面面相觑后，倒也没有人留下，而是全部跟在了处世天族族长的身后。贪生怕死归贪生怕死，可他们也清楚自己的身份。如今的处世天族因北方朝拜，早就是整个祖武星域最为热闹的地方。而当无名一族来到处世天族之后，消息便立刻传开，于是各方人马都是来到了处世天族的门前。当他们看到那整齐而立、威势滔天的人马，当真是无名一族的人后，有些人开始慌张，也有人为之狂喜。虽说处世天族实力不济，可处世天族族长不仅待人和善，更是恩怨分明，处事公道，不像昔日的无名一族霸道非常。但各方势力的矛盾却视若无睹，因此只是这短时间之内，却也有不少人觉得处世天族是一个称职的霸主，所以也有许多人希望处世天族族长能够一直做祖武星域的主人，这样一来也会给他们一个好一点的修武环境。所以他们是不希望有人顶替处世天族的。但当无名一族出现之后，他们也明白无名一族的来者不善，所以才会慌张。而那些为之狂喜的人，自然是那些从内心深处便不认可处世天族的人。他们只是表面尊敬处世天族，但是内心深处却根本看不起处世天族，甚至由处世天族来做祖武星域的霸主，他们都会觉得脸上无光，觉得面对其他星域的势力时，觉得自己都抬不起头。现在无名一族归来，正合他们心意。更何况无名一族来势汹汹，那浩瀚人马之中，强者林立，6大至尊、10大高手以及众多高手全部出现。可以说，除了无名一族的族长无名斗天没有露面外，无名一族的所有强者全部出现了。6大至尊乃是至尊境的高手，而10大高手也个个都是尊者巅峰，只差1线之隔便可以踏入至尊境的人物。
除了10大高手之外，无名一族之内尊者巅峰的强者也是有着不少，而尊者境的高手就更是数不胜数。这等阵势根本就不是处世天族可以比拟的，甚至可以用天地之别来形容这两个势力。毕竟如今的处世天族尊者境的高手都是少之又少，哪怕实力最强的处世天族族长也不过尊者巅峰而已。除了顶尖高手不谈，只谈那些普通的族人，也完全不在一个档次上面。处世天族各个层面都无法与无名一族相提并论。所有人都觉得无名一族若想夺回星域霸主之位的话，处世天族根本没有任何反抗的能力，甚至连一个屁都不敢放，就要将这族5星域霸主之位拱手让人。不是传闻，无名一族当年与灵狐一战，损失惨重，只有少数高手逃脱吗？怎么6大至尊、10大高手，这些无名一族的强者的战车全部出现了？难道他们真的全都安然无恙？车在人在，倘若人死了，战车不可能出现，他们一定都活着。看来传闻并不靠谱。无名一族虽然败给了灵狐天族，但根本就没有多大损失，他们乃是全身而退。好事，好事啊！无名一族元气并未受损，这对我族5星域来说绝对是一件好事。看着无名一族众多高手全部出现，众人皆是议论纷纷。只不过可能怕是得罪处世天族和无名一族，所以他们大多数都是窃窃私语，暗中讨论。可忽然间，本是窃窃私语的人群竟变得沸腾起来。原来是处世天族族长以及楚汉鹏等处世天族的众位高手们一同出现了。当看到处世天族等人出现的时候，人们便知道好戏将要开场了。处世族长真是好大的架子，竟然要老夫等这么久。当看到处世天族族长后，无名一族内便有一名老者从一座战车内走了出来，但那可不是一座寻常的战车，这战车立于那无名一族大军最前端。战车不仅做工精致，本身就是至宝级别。这战车上面除了无名一族外，还挂着另外一杆大旗，大旗上面写着至尊2字。而当他走出之后，浩瀚人海之中也是再度沸腾开来。这位老者白发苍苍，满脸横肉，一看就知道他并非善类，而他也的确不是寻常之辈。此人名为无名分红，乃是无名一族6大至尊之一，乃是一位一品至尊境的修武高手。他在族5星域内乃是最顶尖的大人物，甚至是许多人只曾听闻却未曾见过的传奇人物。今日得以看到真身，人们自然激动。真是抱歉，老夫不知无名一族远道而来，有失远迎。诸位大人，请族内一叙。处世天族族长如今虽贵为族5星域的霸主，但面对昔日的统治者却一点架子都没有，非常的客气。不过在外人眼中来看，却有变了味道。他们并不觉得是处世天族族长客气，反而是觉得处世天族族长害怕无名一族进去就不必了。你也是聪明人，应该知道我们来此的目的吧？无名分红高高在上，甚至他都没用正眼看处世天族族长，尽显轻蔑。大人有事不妨明说。处世天族族长说道。装傻也罢，那我就与你说个明白。各方星域霸主之位，无一不是能者居之。你自己问问你自己，你处世天族有资格做这族5星域的霸主吗？而你有资格做这个星域的主人吗？你是这个星域的最强者吗？无名分红凝声发问，声音如雷。可他的话语之中更多的乃是对处世天族族长的讽刺。惭愧，老夫的确不是这族5星域的最强者。按理来说，我处世天族也的确没有资格做这族5星域的霸主。处世天族族长说道。看来你也并非愚钝之人，也没有因为这不属于你的荣耀而膨胀过度。既然如此，那就简单了。从今日起，族5星域的主人不再是处世天族，而是我无名一族。而念在你态度良好的份上，我们也不追究你处世天族擅自统治族5星域的罪责了。但你需要清楚，谁才是这族5星域真正的主人。从今以后，最好夹着尾巴做人。若是再敢有忤逆之心，后果自负。那无名分红的声音非常的响亮，他的这些话可不是对处世天族族长说的，而是对在场的所有人说的。他就是要让所有人知道，他无名一族回来了，并且他无名一族将继续做族5星域的主人。所有势力，包括处世天族，都要以他无名一族为首是瞻，否则便是灭族的下场。说完这番话后，那无名分红便转过身去，打算回到战车之内。等一下，可就在此时，处世天族族长却忽然开口了。无名一族想做族5星域的主人，老夫并没有意见，只是这件事不应该与老夫说，还请去与族5龙城、神体王城、妖族圣城去说。听到这番话，那无名分红猛然回首，你这是何意？当初老夫本就不想做这族5星域的主人，是3位城主大人极力说服老夫才答应的。可既然答应了，老夫就应该尽老夫之责，做还我该做的事。至少这个位子，老夫不能随便就让出去，否则便是辜负了3位城主大人的托付。所以除非是3城开口说不让我再做这族5星域的主人，那个时候老夫自然愿意离开这个位子。可倘若不是3城开口的话，任何人都没有资格剥夺老夫这族5星域主人的位子。不管老夫配不配，但都不会将这个位子交给他人。处世天族族长此话一出，所有人的眼中都涌现出惊讶之色，甚至许多人被吓得张大了嘴巴，感觉难以置信。他们在此之前真的没有想到，面对无名一族的逼迫，处世天族族长竟然胆敢拒绝，并且说出这样一番话。处世族长，你可真是胆子大了，竟然敢用那3城来压我。果不其然，此时那无名分红的目光变得阴冷起来。老夫并无此意，只是老夫此位乃3位城主大人所授，若想剥夺，也唯有3位城主大人可以剥夺。处世天族族长说道。妈的，你这个老东西，竟敢拿着鸡毛当令箭，你可真是给脸不要脸。我与你好话好说，你不接受，非要我灭了你处世天族不可。
那无名疯红勃然大怒，说话之间，磅礴的威压便释放而出，威压强横，肆虐天地。当那威压出现之后，这方天地仿佛变成了无边地狱，而那无名疯红就是这个地狱的主人。他想让谁生谁便生，他要谁死谁便死，这便是至尊境高手所带给至尊境以下之人的压迫感。感受到这个威压，在场的许多人都被吓坏了，就更别说处世天族的众人了。老夫答应过3位城主，就要说到做到，但此事与我族人无关。倘若大人您真的要杀，就杀老夫一人吧。处世天族族长说此话的时候，竟踏空而行，向那无名疯红缓缓而去。他简直就是要去送死。族长大人，不可呀！见此情形，楚轩、正法等许多族人便向上前阻拦，可是惊愕地发现，在他们的身前竟出现了一道无形的屏障，将他们全部挡了下来。那是威压，是处世天族族长的威压。处世天族族长不想他们白白牺牲，所以运用自己的威压，将身后的所有族人都挡了下来。你以为老夫不敢杀你？那无名疯红剑眉倒数，冷声问道：大人自然是敢，可老夫既答应过了3位城主大人，就应该坚守自己的岗位。今日无论如何，我都不会将这个位置让出来，除非是老夫死了。处世天族族长一脸的坚决，面对死亡，他竟并不惧怕，似乎他早就想到了今日这一幕。看来他很早就已经做好了准备。狂妄之徒，你以为老夫不敢杀你？你不过一个区区蝼蚁，老夫这就让你知道你到底几斤几两。自负的无名疯红被处世族长的举动激怒了，说话间竟真的动了杀意。等一下！然而就在那无名疯红将要动手的时候，却有一道声音响起。若是处世天族族人开的口，那无名疯红肯定不会理会。可是偏偏这道声音是从他无名一族内传出来的，原来是无名一族10大高手之一无名星运。疯红大人，由我劝劝处世族长吧。无名星运来到无名疯红身前请示道。若是10大高手的其他人开口，无名疯红未必会给他面子，甚至可能会遭到他的训斥。可是无名星运则是不同，无名星运不仅仅是10大高手之一，他更是一位重温级龙纹界灵师，他在无名一族内有着与众不同的地位。星运，不是我不给你这个面子，只是这个老东西已经被欲望冲昏了头脑，忘记了到底有几斤几两。这种蝼蚁如今竟也敢在我无名一族面前叫嚣，若是放过了他，那日后星域之人皆是效仿，我族威严何在？无名疯红说道。疯红大人，让我去劝一劝他吧。无名星允再度请示道。疯红大人，还是让星允大人去劝一下吧。疯红大人，让星允大人试一试吧。可就在此时，又有2道声音响起，那竟然是2位小辈的声音。可这2位小辈可不是寻常的小辈，他们分别是无名元志和无名熊魔。这2位可是无名一族的最强天才，是无名一族未来的希望。而紧接着，无名一族内也有一些声音响起，他们也都希望能够劝一劝处世天族族长，其中便包括同为无名一族10大高手之一的无名烽火。这无名烽火当初来到处世天族内，见证了楚风的天赋，因此他对楚风非常的认可，也因楚风对处世天族的印象也是非常不错。有这么多人出面阻拦，并且许多都是身份超然，旁观的许多人感到意外。但大部分人不知道的是，其实这些人出面劝阻，并不是害怕处世天族，完全是给楚风面子。这种情况下，就连无名烽红也是变得有些为难。多谢诸位大人好意，但老夫心意已决，祖武星域主人之位，老夫没有资格转交他人。若是无名一族真的想要拿走，那就只能从老夫的尸体上踏过去了。处世天族族长高声说道。他不是给脸不要，也不是不知好歹，他其实比任何人都清楚，只要他服软，他今日完全可以安然无恙，全身而退。可是他也有他的倔强，他也有他的尊严。他非常清楚，自从他坐上了祖武星域主人的位子之后，整个祖武星域有很多人都不服他，他实力不济，对此也毫无怨言。可他并没有因为被人看不起而破罐子破摔，相反，他非常努力的尽量做好自己的职责。他的确实力不足以担当这祖武星域的主人之位，可他却想让人知道，他就算实力不济，可他的人品绝对可以信赖。他既然做了这个主人，就要守住这个位子。倘若今日只因无名一族强大，他就将星域之主的位置而拱手相让，那么他将一辈子都抬不起头。一个如此懦弱的人，才是真的没有资格做祖武星域主人位子的人。所以今日哪怕是死，他也绝对不会妥协。好好好，给脸不要脸的老东西，你这么想死，我就成全了你。那无名烽红本就看不起处世天族族长，当得知处世天族族长竟然做了祖武星域的主人之后，他就一直辱骂处世天族族长不要老脸。他本以为处世天族族长乃是老虎不在家，猴子称大王，当看到他们之后，便会立刻吓得破滚尿流，将这星域霸主之位拱手相让。然而他没有想到的是，哪怕他已经说明了来意，但是处世天族族长竟仍不肯交出祖武星域霸主的位置，这本就让他非常的恼火。若不是顾忌3成，他早就杀了处世天族族长了。可是现在处世天族族长竟然宁死不屈，这让他忍无可忍。他不仅眼中杀意纵横，甚至在场的所有人都能够感受到他那磅礴的杀意。他是真的要杀了处世天族族长。这种情况下，处世天族族长也是闭上了双眼，做好了受死的准备。我看谁敢动他？可是就在此时，忽然一声怒喝自远方炸响。当那声音响起之后，在场的大部分人都是神色大变，因为那个声音听起来是如此的熟悉，那个声音他好像是楚风的声音。于是所有人的目光都向那声音传来的方向投了过去。而在众人的注视之下，那道身影也是出现在了众人的视线之内。那个人不是别人，正如众人所想，乃是楚风。是楚风回来了。楚风自远处飞掠而来，没有理会任何人，而是直奔处世天族族长而去，最终落到了处世天族族长的身前。
楚风见到楚风，楚氏天族族长也很意外。族长大人，没事了，接下来的事情都交给我来处理。楚风对楚氏天族族长说道，而楚氏天族族长也是点了点头。虽然他才是一族之长，可眼前这个年轻人却早已经成为了楚氏天族真正的主心骨，并且楚风从来没有让他失望过。他觉得就算面对的是无名一族，楚风也完全能够处理好。在安抚了楚氏天族族长后，楚风便转过身来，将那冷冽的目光扫向了无名一族的大军。这一刻，这原本吵闹的浩瀚人海竟然变得鸦雀无声，甚至有些人都不敢正视楚风的目光。人们怕了，之前对楚氏天族那轻蔑羞辱的目光此时全部消失。莫说是那些围观的势力，其实就连无名一族的许多人也都怕了。他们看不起楚氏天族，也看不起楚氏天族族长，但却没有人敢看不起楚风。事到如今，他们都很清楚，楚氏天族之所以能够成为祖武星域的霸主，并不是因为楚氏天族族长，而是因为楚风。祖武龙城、神体王城、妖族圣城以及万州古族都力荐楚氏天族族长为祖武星域的霸主，并不是真的看好楚氏天族族长，完全是给楚风面子。虽然这是一个小辈，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小辈。他如今在祖武星域之内有着极高的地位，他才楚氏天族最令人忌惮的存在，因为他不仅天赋超群，还是祖武星域的最强天才，甚至当初与灵狐天族一战，他更是运用至宝，以小辈之身压制住了强大的灵狐天族族长。而最重要的是，他的身后还有3成为之撑腰，